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夫，叶教练，欧式龙卷风叶教练。我们今天要分享什么？打桌球的10大坏习惯。因为其实我们在外面教球，或者是去球馆遇到一些北北，或者是初学者，只是单纯有兴趣的一些球友，很常会发生一些动作是错误的。他只是觉得，我这样打顺手，我这样打会得分，我就这样做。但是其实很多的姿势是不正确的。我们今天就一并分享给各位，总共10大，我们立马开始。来，我们今天请到谁？18岁青少年国手，对，女子单打冠军，也顺便再把我打爆的那位于修婷同学，我们欢迎她。来，好，大家好。来，因为修婷她平常也有在教球，那我们3个就是有坐下来稍微讨论了一下，你出了10个最常犯的打球的坏习惯，所以我们今天会做一个错的动作，再做一个对的动作，分享给各位。那喜欢我们的朋友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立马开始。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坏习惯是发球不抛球。我顺便也展示一下我平常我看到的发球不抛球是长什么样子。很多人因为了要瞄准这颗球，他怕抛起来就不会发了。很多人不抛球发球，叫他抛球的时候，他就发不出来了。对，瞄很久。通常坏习惯，基本上这个抛球要抛多高16公分以上。而且我们在抛球的时候，要把球放置掌心，不能放在手指上哦，手指上也是犯规的哦。这样子拿也是犯规的哦。然后直抛16公分以上，基本上你在发球的时候，这只手抛，这只手是往后的，不能一起上来。你不能说我有抛16公分，就我在这边挤，这样也不行哦。这是第一个发球的坏习惯。我现在要讲第二个坏习惯是发球遮挡。有些人要为了他的隐蔽性，所以才增加了他的手臂还有他的身体去遮挡，然后让对方看不出他的旋转。所谓增加的隐蔽性，就是击球的那一瞬间，球到底转还是不转，左转还是右转，上旋还是下旋的那一瞬间，在比赛规定当中是不可以挡住的，所以叫做遮挡。不管是你的手臂还是身体，就是在击球那一瞬间，你对方的视角是要清晰的，才叫做完全没有犯规。这是第二个发球要注意的项目。那我们现在示范一下不对的，就是手臂的遮挡。现在做一个身体遮挡。我们现在做的是脸部遮挡。那我们现在示范正确的给大家看。基本上抛完球之后，这一只手必须要让开，也可以这样子让，也可以往下让，就是在击球那一瞬间是让对手看得出击球的角度的。我要讲的第3个坏习惯是重心用错。重心用错会导致下一板还原变慢，击球点的时候可能会打得不是很流畅。所谓的重心用错，也就是所谓的重心不协调。我先讲个基本的概念，一个是这样子手在动，这样子手没动，只有腰在动。再来这样子，我的腰跟手都没有动，我用我的脚去往前送，这3样东西都得需要移动。为什么要用脚的力量？击球前我会先把重心移到右脚，击完球之后会把重心移到左脚。好处有几个，一个是可以用我的脚去移动我的重心，加速我的动作还原。第二个原因是脚的力量比手的力量还要大，原因是因为我2只脚每天都在走路，所以我的体力不会消耗的这么快。第二个是比较不容易受伤，所以脚的重心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如果我重心用得好，我的手可以不用用这么大的力量，还原快，加上我不容易受伤。我现在要示范的是右脚在前面。很多人就是在打球当中常常会把重心用错，要么就是平行一起站，要么就是右脚在前面，然后会导致你的重心往后仰，而不是往前倾。
我现在做错误示范2。这是正确的做法，是由手跟身体还有脚一并带出去。我现在讲的第4个坏习惯是太依赖反手。在职业选手里面呢，用正手的几率会比反手还要多，因为他们正手都不会被身体挡住，正手都是用大手臂这样拉开会比较多，范围会比较大，而反手是会被你的肚子给影响，所以你这样子的时候比较不好施力，而且正手带给对方的威胁也会比较大、比较高，所以他们在用正手施力的时候得分率也比较高。所以大部分的职业选手都倾向依赖正手，而不是依赖反手。对，是过于依赖反手的坏习惯。示范。我现在加的是一个反手，再一个侧身攻击。为了加这个侧身攻击，是因为它比反手来的质量还要高，所以在职业选手里面，这是我们必练的套路之一。我现在讲的第5个坏习惯是，现在很多人都只用手发力。我们所谓的只用手发力，就是我的身体、我的脚、我的屁股都没动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坏习惯产生？其实基本上在初学者，你没有上过桌球的正确教练训练的课程的话，一开始我就是拿着球拍去瞄准球，然后去打它。久了，你这样打熟了，你就真的只用手发力了。那为什么这样子会是坏习惯？因为我只动了我的手腕跟我的小手臂，身体都没动，那我当然好瞄准啊。你叫我整个身体动，我就会觉得哦，这很难瞄。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，其实以教练来看这些坏习惯，我们就会觉得能赶快改掉就赶快改掉，因为它会影响到你的进步。再来，第2个是，假设我只用手的力量，我的手一下就会受伤，一下就会没力。今天练了一天的球，你回家起床，哦，我隔天手好痛哦。基本上对我来说，这个叫错误的哦，因为你的施力有问题。严格说起来，我隔天早上起来不是手痛，是脚酸才是正确的哦。好，所以重心、脚的力量都是要同步出去，甚至我都会跟学生讲说，你干脆脸跟着球拍一起出去，你就会默默的把重心送到前面去，可以去做这样的微调来改善你的坏习惯。现在是要说的是错误的坏习惯，很多人就是因为忘记脚移动，所以他们都只用一只手跟手腕去把球扣下来。那我们现在请邱婷示范一下正确的动作给大家看。我是叶教练，我来分享5个坏习惯。那我要分享的第1个呢，就是脚不动。一般脚没有在动的人呢，他们大部分都是站在中间，因为他们认为站在中间呢，左右都可以开弓。但是这是一个很差的坏习惯。为什么呢？很多往中路来的球看似很近，可是你打出去那一颗效果它是不佳的，而且也没有力量，因为你的重心整个被局限住了。我现在先示范的就是很多人都会常犯的错误。接下来呢是脚有去动、有去找球的动作，给你们看。第2个，我要讲打球会退台的坏习惯。一般人球打一打的时候呢，只要球点被塞开，他们就会很有惯性的往后退台。那我举一个例子的话呢，如果你退台去把这个球回击，因为人在后面，那回击的球它的速度会减弱，那自己的角度会加大，因为回击的时候对方会果断性的往另外一个角度去压开，这就是我们常犯的错误。那一般人所会犯的习惯是以下我的动作。另外一种退台的坏习惯呢，这一颗你回击以后，那对方下意识的放一颗短球，它会制造你上前的困难度。
在这我示范不退台的动作让大家看。以一个初学者的角度来说的话呢，如果常这样子去退台，会影响到后面你要学习的更多的动作，所以一开始学，我不建议有这一些退后来打球的这个习惯。第3个坏习惯我们要介绍什么？拉下旋球时球拍亮板的问题。那所谓的亮板，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亮板吗？亮板呢，就是一般初学者在学球的时候，在拉下旋球的部分，他们会先把球拍亮起来，因为球的旋转它很高，所以他们都会有习惯亮板的动作。所谓的亮板，也就是我们的拍面有一点点朝上，因为严格说起来，我们在击球的时候，其实拍面都是有一点点的朝下，这样子才会是正确的动作。那为什么会有朝上这个动作产生呢？初学者在玩球的时候，都喜欢这边我发下旋啊，我发侧旋啊，等等啊。那如果你朝下，你又不会解这颗球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你时常打不过去，造成失分，那就会默默有一些坏习惯，就会我越拿越高，反而有碰进就好。你把弧度变高，其实对方如果稍微会打一点，他下一球就打爆你了哈。那正确的拉球会是长什么样的角度？先去看拉球好赚上下集有介绍，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多做解释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坏习惯就是拉球的时候亮板去拉这颗球，你就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好进哦。原因是因为你在摇球的点不够准确，它会进没错，会有几个问题产生。过去的球没有往前冲，对对方来说叫做后坐力，你等于是有点这样子去碰它，让球直接滑下去的感觉。假设我过来的下旋球不是很下旋的时候，我一样用亮板的方式打，球就会往上飞。所以我们通常在跟初学者沟通的时候，就会说你在拉球的时候，只要你拉过去的那一瞬间，球是往上飞的，通通都不对哦。常常用亮板这个坏习惯去拉球的话，会造成失误率会增加，球的质量会不够。所以严格说起来，你如果咬得准确，力量施得够足，基本上球都会过去，而且是往前爆冲的状态，这才是真的有拉到球。我先来示范错误的方法，亮板的拉球。我来示范正确的拉法。那在不亮板拉球的情况下，它可以拉出快跟有旋转的球。在这里我示范给大家看。我第4个要跟大家讲解的是发力的动作过大。那发力的动作过大会有什么问题？第一，你在发力动作大、拉拍距离大的时候呢，你的时间它相对会加长，也会影响你出拍的速度，球的时间点你也会抓不准。那在这给大家看的就是拉球动作太大会有的问题。那接下来给大家示范正常的引拍跟拉法。现在我们要讲第5个坏习惯，就是我们的反手下旋击球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只用手腕去做发力。那这个发力呢，这个球过往的时候，它是没有速度的。那怎么让它加速度呢？小臂的带动、跟身体的前倾以及重心的带动。这个手腕发力的坏习惯呢，它会让你的还原变慢，再来让你对球的触球点呢感觉会不佳。那最后可能也会导致你的手腕会发炎、会受伤。现在呢，我先示范反手只用手腕发力的拉球。接下来我来示范正确的动作。那正确的动作呢？第一，引球，身体的带动，带动球的时候，双脚稍微微微的往下。那拉到球的时候，2只脚稍微要往前跟住。今天10个坏习惯，你到底犯了几个？在底下留言让姐夫知道。希望今天这10个坏习惯能改就改，能避就避，能闪就闪。希望今天这集对大家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喜欢我们的朋友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欧式龙卷风叶教练，18岁青少年国手于修婷。然后
不要再被打爆了。对，我现在把所有的国手该认清的都认清了，我再也不会被打爆了。那邱婷跟叶教练平常都有在教球，有任何需要学的或者是讨论的，都可以私讯他们，他们的 IG、FB 都在底下，他们都会非常乐意回复大家。好，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先做脸部遮挡。脸部遮挡，脸太小，不要看。脸我真不会。